宋爷爷从福宝后面悄悄出现，吓了福宝一大跳，手里的竹子都被吓掉了。好在咱福宝心大，不仅没有生气，一会儿的功夫便睡着了。而宋爷爷趁着福宝睡觉的功夫，悄悄过来偷拍福宝，顺便还来了张合照。福宝这可爱的样子，任谁来了也抵抗不了呀。一会宋爷爷为了表达歉意，给福宝送来了一个亲手编织的花环。福宝戴上花环后，本以为会是小公主的模样，但拿着竹子的样子怎么有点像孙悟空？可能宋爷爷在旁边念起了紧箍咒，福宝头上有些不舒服，给花环摇了下来。当宋爷爷在给福宝戴的时候，福宝明显有了反抗的情绪，生怕戴上后宋爷爷在念紧箍咒。没成想，本来好好的道歉，结果又给福宝得罪了。福宝拿着竹子坐在了一旁，一直看着宋爷爷，怕宋爷爷再给自己悄悄戴上花环。宋爷爷看福宝现在有些心烦，只好先离开。但没过一会儿，宋爷爷又回来了，还给福宝带了好吃的窝头。趁福宝吃窝头时，这才将花环戴在了福宝的头上。但福宝一低头又掉了下来。不过在宋爷爷几次折腾下，福宝好像明白了宋爷爷的意思，毕竟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手里还拿着宋爷爷的窝头。福宝选择了乖乖配合，但当手里窝头吃没的那一刻，福宝脾气又上来了，又开始想给花环拆下来，心想我才不要带这种娇滴滴的东西。最终宋爷爷先选择了妥协，放弃了挣扎，拿着花环离开了。福宝昨天被爷爷一句自己比爸爸吃的还多，今天早上来了就开始运动，第一项便是伸展运动。只见小福宝双手抱住树桩，双脚开始乱挥，小腿蹬得不知所措，这算是运动前的拉伸。第二项运动是仰卧起坐，不做不知道，一做真是吓一跳。你看小福宝后背和屁股上这一堆肉，就好像建起来的千层波浪。做完运动后，小福宝就像个打胜仗的将军，赶忙爬上了树桩，只是这姿势不太优雅，差点给自己摔下来。受了惊的福宝打算去吃点东西压压惊，激动的福宝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东西，用滑滑梯式下楼，急匆匆地向小木床跑去。原来是爷爷趁福宝玩耍时，给福宝送来了一个硕大的雪竹。福宝刚搁树上看到时，嘴角就开始流口水。福宝浅尝一口后，嘴角微微翘起，看表情就知道这个竹笋深合福宝胃口。小福宝两只小手抱住竹竿，福宝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张起大口就对着竹子咬了下去。福宝是懂美食的，咬了一口竹笋后，又来了一口底部的胡萝卜。清甜的胡萝卜可以稀释竹笋的青涩，胡萝卜的美味，福宝不舍得一口吃完，全放进嘴里后，福宝也是小小的咬一块，细嚼慢咽的品尝胡萝卜的美味。胡萝卜吃起来，福宝渐渐忘了身旁的竹笋，直到胡萝卜全部吃完，福宝才想起还有竹笋没吃。因为竹笋是季节性的东西，两个爷爷想让福宝多品尝一些，所以福宝现在几乎是餐餐都有。看福宝大口咀嚼的样子，时不时嘴角还挂起微笑，不仅是满足竹笋的美味，还透露着福宝生活的幸福。宋护卫今天为福宝整来了一颗史诗级的笋子，而福宝这时正在室内园区睡觉，不过听到宋爷爷的喊声后，很快便醒了过来，在树上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后，又来到树干前蹭了蹭痒，之后又来到草丛解决了一下熊的生理问题，一切都释放完毕了后，才开开心心的来到了室外。看着小床上的窝头，福宝就开心。对于福宝来说，窝头吃再多都吃不够。而此时园区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，其中一位不仅偷喝福宝的水，走之前还在里面泡了个澡。而福宝并没有发现这两位不速之客，他正坐在树上观看他的游客。看来观光是相互的，游客们不仅每天来看福宝，福宝每天也可以看不同的游客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福宝便爬到了树梢上，开始了一天的瑜伽训练。而此时的宋爷爷则在下面默默地剥起了竹笋，眼看福宝没有想下来的意思，便将竹笋放在小木床上离开了。而福宝从树上下来时已是下班点，但上面的竹笋福宝是一眼也没去看。江爷爷今天要为乐宝准备他的9岁生日，而身后是江爷爷的小农场，除了玉米以外，这里还有江爷爷亲手种植的胡萝卜，天然无公害，这样乐宝一家吃起来才健康。江爷爷将熟好的胡萝卜采摘了下来，而接下来江爷爷会将胡萝卜带去厨房清洗，为乐宝做一个胡萝卜蛋糕。但是目前江爷爷还不知道爱挑食的乐宝会不会喜欢吃萝卜蛋糕，但江爷爷表示爱宝是喜欢，就算乐宝不喜欢吃，到时候还可以给爱宝。江爷爷先是找来一根大小正好的木头，然后再裁剪一圈和木头一般高的竹子，将其包裹起来，再在周围包裹一圈短的竹子，这样蛋糕的形状就出来了。接下来江爷爷拿出刚才清洗好的胡萝卜，插在木头上面的竹签上，插完后江爷爷还特意数了一下，确认是9根，最后再用园区里采摘的小花进行装饰，一个精致胡萝卜蛋糕便完成了。江爷爷哼唱着韩语生日歌来到了乐宝的园区。 생일 축하합니다.
생일 축하합니다. 러바오의 생일을 축하합니다.蛋糕放置好后，江爷爷便呼叫乐宝进来吃生日蛋糕。而江爷爷特意解释了乐宝左侧的黑眼圈掉毛的现象，表示这可能是大熊猫的正常现象。不过据观察，现在已经停止掉毛了，或许明年的秋天会再长出来。乐宝来到小亭子上，发现蛋糕后，被爷爷的用心给感动了。爷爷以为乐宝低下头是被感动哭了，对乐宝表示不用感动，这都是小事情，爷爷应该做的。不过看起来乐宝似乎对胡萝卜不感兴趣，将胡萝卜拿下来后只是闻了一下，但是爷爷的用心，乐宝是感受到了，高兴的在蛋糕旁蹭了起来。而且浪费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江爷爷马上就会给爱宝送过去。今天是爱宝乐园里面的动物集体体检的日子。爱宝乐园虽是以我们的大熊猫爱宝来命名，但实际上在爱宝乐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，让我们通过体检的方式来看一看具体都有哪些。首先体检的便是我们的爱宝，观察动物是否健康的第一方法就是通过它们的大便，先测量大便的重量，再观察其夹杂着的物质。经过检查，爱宝的大便很健康。之后，江爷爷来到了爱宝的房间，江爷爷用小零食吸引爱宝的注意，而一侧医护人员在爱宝不经意间已将血抽完，之后再对采集的血液进行相关检测。检测结果显示，爱宝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，而乐宝和福宝前几天已经检测过了，所以今天便没有再为其额外做检查。江爷爷来到乐宝园区，看到乐宝这炫竹子的状态，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。接下来便轮到动物园里的狮王了。由于狮王的性情不会像大熊猫一样温顺，所以在饲养员们商讨下，打算采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，让它乖乖听话。饲养员只是对着管子吹了一下，眼前的狮王便晕倒了。饲养员们先对狮王注射麻药，让其稳定后再做检查，看狮王的反应应该是射中了。没想到韩国的麻醉工具居然如此简单粗暴，在药性完全发挥作用后，饲养员们开始争分夺秒的将狮王运往检查室，不然中途醒来后果不堪设想。来到检查室后，检查人员从牙齿到口腔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。检查完后，医生发现狮王除了口腔有些炎症以外，身体其他指标都很正常。在给狮王的牙齿上完药后，饲养员们再次争分夺秒的将狮王运了回去。将狮王运回去不久，狮王便恢复了意识。今天宋爷爷来给福宝一家做体检，以前都是江爷爷陪同体检，这次来看看换成宋爷爷陪同体检后有什么不同。宋爷爷和检查人员先来到了乐宝房间，乐宝看到江爷爷过来，豪横且直接的将手伸了出来，一点也没有害怕或抗拒的想法。宋爷爷用小零食吸引乐宝，一侧做检查的饲养员先在乐宝手臂上裁剪了一下毛发，这样方便接下来的抽血。饲养员稳准狠，当乐宝感到疼痛时已经打完了，饲养员用纸血棉按住针口，而乐宝则因为疼痛低下了头，但乐宝并没有因此生气发火，乐宝真的很乖。接下来轮到爱宝，宋爷爷先给爱宝量了一下体温，喂了点小水果，稳定了一下爱宝的情绪。就在爱宝沉寂在水果的甘甜时，旁边的检查人员已经抽完血了，爱宝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疼痛。最后当给福宝做检查时，现场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，因为福宝手不够长，抓不住前面的把手，所以宋爷爷找来一根竹子来训练福宝伸手的动作。这其实是宋爷爷故意来和他玩的。福宝今天并不用体检，只是想让福宝体验一下体检的感觉。福宝虽然什么也不懂，但一直都在乖乖配合着宋爷爷。看来不管是哪个爷爷陪同体检，福宝一家都会乖乖听爷爷话。江爷爷前2天从我们国家带回去了一些玉米秸秆，今天打算让福宝一家尝尝鲜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这个东西。江爷爷思考半天，打算自己先尝一下，看江爷爷用牙剥皮的样子像不像福宝。江爷爷大口咬下去，表示很满足，因为他堪比甘蔗。此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福宝一家了。江爷爷先来到爱宝房间，害怕爱宝不敢吃，江爷爷先当着爱宝的面给他演示了一下，表示这个是可以吃的。爱宝拿过去后，先是小心翼翼的闻了闻，发现气味和竹子略有不同，但出于对爷爷的100%信任，爱宝还是决定品尝一下。这画风突然变成了父女俩一起吃早餐，江爷爷一口爱宝一口。爱宝对于这个玉米秸秆表示很满意，因为连皮嚼起来都是甜的。爱宝吃完后，江爷爷来到了乐宝房间，乐宝接过去都没有犹豫，直接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江爷爷表示没想到乐宝作为挑食的代表居然能够接受玉米秸秆，江爷爷表示很开心。最后江爷爷来到福宝房间，福宝这时并没有对玉米秸秆所吸引，而是更想和江爷爷玩，一个劲儿的往江爷爷的怀里躺。
江爷爷只好放弃让福宝品尝，陪福宝玩了起来。今天江爷爷又收到游客们送给福宝的礼物了。早上江爷爷上班时遇到了一位福宝的粉丝，送给了福宝一个熊猫玩具。江爷爷打算将粉丝的心意带给福宝，在下班前拿给他。想知道福宝在看到粉丝送给他的礼物后会高兴成什么样，出现什么样的表情。江爷爷带着玩偶来到园区，看到福宝在百无聊赖地思考他的猫生，也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。直到爷爷走到他身边发出声响之后，才发觉爷爷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所以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小耳朵，并抓住他的小手，把他抱了起来，放在下面的平台上。而直到现在，福宝仍然处在半梦半醒之间，眼神中依然透露出些许迷离以及茫然，有点呆头呆脑的感觉。平时他和爷爷的感情很好，看到爷爷在他身旁坐下之后，就想爬到他的身上撒娇。这时候爷爷拿过那个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玩偶，一把塞在他的怀中。福宝这才发觉这个和他长得十分相像的玩偶很有趣，而且越看越喜欢，所以紧紧地将他抱住，已经不愿意撒手了。哪怕爷爷后来把玩偶放到地上，福宝的注意力也随着玩偶而转移，伸出爪子不断地触碰它，并躺在爷爷怀里慵懒地翻身。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的快乐，可是即便非常欢乐，他们依然免不了暂时分离，因为爷爷要下班回家了。在下班前，爷爷告诉福宝他的妈妈已经回家了，让他赶快回去找自己的妈妈。但是福宝不依不饶，依然赖在爷爷怀里不愿起来。但没办法，这是爷爷的工作，到时间他就要下班回家，让同事替他照顾福宝。爷爷还告诉他，明天自己还会来照顾他，陪他一起玩耍，然后带着福宝来到平台的边缘，希望他能够自己回家。但是福宝的态度明显在和他说不行，他不愿意就此和爷爷分开。眼看着福宝在那里耍赖皮，爷爷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扶正坐好，然后从后面把他抱起，打算抱着送他回家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送福宝回家了。以前福宝小的时候还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福宝越长越大，也越来越胖，爷爷抱他明显越来越吃力。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他脸都涨红了。没办法，福宝不愿意自己回家，只能把他抱回家。爷爷一面抱着福宝，一面数落他，现在长这么大了，还要人抱回家，害不害羞？福宝明显已经懂得什么是害羞，所以不断的摆手，不让摄像师拍自己的糗样。来到福宝家门口之后，爷爷把他放了下来，拖着他的小爪子把他带回家，顺便还让他坐了一次滑梯。而我们福宝公主幸福的一天到此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江爷爷今天完成了一个大工程，那就是为爱宝和福宝的园区搬来了一块巨大的冰床。虽然江爷爷累得满头大汗，但江爷爷很开心，因为有了冰床，爱宝和福宝在这个夏天就会凉爽很多。江爷爷来到房间，正打算叫福宝和爱宝来室外玩耍。江爷爷看到此时爱宝正在小木床上睡觉，而福宝则是睡在了妈妈的青船面前。母女俩睡醒后来到了室内园区，此时爱宝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笋，而福宝凑上前也想要吃，爱宝用脚阻挡福宝在吃的面前。母女什么的并不是很重要，福宝可怜楚楚的求妈妈给自己吃一口。福宝看到自己妈妈这般无情，便爬到了木床上自己拿，但福宝觉得妈妈手里的好吃，想抢夺失败后，福宝自己跑到了一边去玩，误打误撞遇到了爷爷刚搬来的冰床。这是福宝第一次接触冰床，福宝对冰床很是好奇，心想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大且凉爽的东西。福宝在冰床上蹭来蹭去，不一会儿冰床就变黑了。爱宝这时吃完竹子走了过来，而爱宝上次见冰床已经是2年前了，因为福宝出生后，爱宝一直都在家照顾福宝，没有再来园区。爱宝坐在久违的冰床上，享受着它带来的凉爽。福宝看到妈妈来到冰床上后，自己又想玩了。福宝躺在冰床上，展示着他那妖娆的身姿，一不小心摔下了冰床，立马就变成了小黑熊。爱宝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后，都不想和福宝亲近了。看福宝坐在金黄的翅膀前，像不像一个小天使？这是宋爷爷特意为福宝制作的天使翅膀，因为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1004天，在韩语发音里1004和天使同音，所以早上宋爷爷早就来到园区，不断从园区的竹园里往返，摘取枯黄的竹叶，打算为福宝用这金黄色的竹叶制作一个天使翅膀。宋爷爷看了看工具不够，便将竹叶抱回了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宋爷爷又赶了回来，先给福宝放置好了新炖的竹子和美味的烤串。很快，这翅膀也制作完成了。宋爷爷先坐在翅膀前，和游客们来了个互动。紧接着，福宝走了进来。福宝早在门口发现了小木床上的美味，一溜烟的功夫便跑到了床上。福宝挨个闻了一圈，最后被紫色的竹笋吸引了注意。但不喜欢吃竹笋的福宝，最后还是选择放弃竹笋，拿起了烤串。今天的烤串料很足，有胡萝卜、窝头、竹笋。但不知道宋爷爷的烤串和淄博的烧烤相比，哪一个更胜一筹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探讨一下。
福宝的烤串吃到最后只剩下了竹笋，福宝很快便没有了兴趣，又盯上了身后的翅膀。福宝本想依靠在身后的栏杆上休息一下，没想到将翅膀给弄歪了。最后，福宝将掉落在自己肚子上和小木床上的残渣吃掉，但结果福宝因为吃得太撑，趴在小木床上就地方便了起来。方便完后发现外面怎么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在拍自己，害羞的跑走了。大家好奇将爷爷和福宝单独在一起时都玩什么吗？想要单独和福宝玩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接福宝回家。此时的福胖墩儿越来越沉了，将爷爷抱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。福宝表示自己还想在园区玩一会儿，不想回家。福宝抱着爷爷大腿，试图让爷爷陪自己多玩一会儿。看福宝在园区打滚的样子，真的可爱极了。爷爷休息了一会儿，再次将福宝抱起。福宝走到一半，用脚勾住了爷爷的大腿，试图让爷爷停下来。最终福宝成功将爷爷逼停，还没等将爷爷反应过来，福宝一个虚晃，转头就开溜，将爷爷急忙伸手去抓，一通折腾，终于将福宝送上楼梯。看福宝滚下楼梯的样子，就像是一个面团一样柔软。来到房间后，这时将爷爷已经很累了，便坐下来陪福宝玩耍。福宝躺在爷爷怀里，享受着爷爷的宠溺。福宝直勾勾地盯着爷爷，表示爷爷按摩得很舒服，都不想离开了。就这样一直在爷爷的怀里躺着。将爷爷起身时，福宝以为爷爷要离开，立马翻身抱住爷爷的大腿，不想爷爷离开。而爷爷表示自己只是想起身换个姿势而已。由于福宝越来越大，福宝和爱宝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激烈的打斗，所以在饲养员们一致的探讨下，打算开始训练福宝独自生活的能力，通过3个阶段来使福宝完全适应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。这是独立训练前的前一天，爱宝正像一个3角饭团一样坐在床上休息，可能是刚奶完福宝，而福宝则是趴在了小木床的下面睡觉。来到园区，江爷爷发现福宝和他爸爸乐宝一样喜欢用右手吃饭，但乐宝不在床上拉青团的优良习惯，福宝却没有继承。江爷爷跟福宝说自己要把福宝在床上拉青团的画面保存下来，等福宝有男朋友时拿给福宝男朋友看。要想爷爷不给男朋友看，以后就要乖乖把青团拉在床外面。经过爷爷一天的陪伴后，今天是福宝开始独立生活的第1天。虽然江爷爷今天休假，但江爷爷很是担心福宝，所以还是赶了过来。而这也是福宝要成为大熊猫必须经历的一步。这时是福宝的第1阶段，就是和妈妈在白天分开6个小时，让福宝体验白天没有妈妈在的感觉。第2阶段会让福宝晚上和妈妈分开10个小时，让福宝在晚上体验睡觉时身边没有妈妈的感觉。第3个阶段就是完全让福宝和爱宝分开1整天，而到了第4个阶段，就是福宝和爱宝完全分离，实现福宝独立。6个小时到了，爱宝来到园区，而爱宝为福宝已经在房间里待了1天了。不过福宝和爱宝见面后并没有很担心对方，而前去查看对方的安全。看来是爷爷平时给的安全感太强了，所以就算福宝和爱宝分开，彼此也不会担心对方会出现什么危险。福宝独立的第2天，爱宝依旧是在房间等待，而福宝独自在外面营业。这个阶段会持续半个月左右。不过此时福宝的状态还算稳定，但福宝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有爷爷在，福宝一定会成功完成独立的。爷爷话刚说完，一会儿爱宝来到园区后，福宝就和爱宝打了起来。爱宝回到家后已经很困了，福宝却活力旺盛，一直要妈妈陪自己玩。爷爷看到爱宝趴在床上休息的样子，表示很心疼爱宝，能体会到爱宝自己带孩子的辛苦。今天开始，福宝将迎来独立的第2个阶段。这个阶段，福宝从晚上6点到早上8点，福宝将独自生活，期间不能和妈妈爱宝接触。江爷爷怕在此期间会发生意外情况，所以会24小时陪在福宝和爱宝的身边，观察他们的情况。第1天夜里，爱宝正在自己的房间乖乖的吃东西，看上去很平静。江爷爷在旁边不断的夸奖着爱宝。当来到福宝房间时，福宝看到爷爷过来，急忙跑到爷爷身边。而福宝和爱宝的房间只有1墙之隔，基本上对方发出任何声音，彼此都能听得很清楚。福宝听到妈妈吃饭的声音，不禁感到自己的肚子也有点饿了。而此时，乐宝已经陷入沉睡，并不知道其他房间发生的一切。爷爷再回来时，福宝正不断的在墙边发出声音，似乎是想吸引妈妈的注意。看到爷爷的到来，福宝才安静了下来。最终，福宝在爷爷的陪伴下，也很快进入了梦乡。而爱宝今晚由于没有福宝在旁边打扰，睡得很是安逸。爱宝和福宝睡着后，乐宝又醒了过来。乐宝正坐在自己的床沿拉答便。乐宝的好习惯依旧在保持。早上天刚亮，江爷爷再次来到福宝房间。此时，福宝和爱宝都醒了。第1天的夜间独立训练结束，
福宝和爱宝相遇，爱宝在福宝身上展现着自己对福宝的想念，爱宝骑在福宝的身上做标记，示意福宝只能属于爱宝。爱宝就这样紧紧抱着福宝，爱宝似乎感觉到福宝长大了，这次真的要分开了。爱宝的不舍将爷爷全部看在了眼里，而爷爷能做的就是将福宝和爱宝都照顾得好好的。第二天晚上，爱宝的情绪明显有了变化，一直在门口反复徘徊。很快，福宝被妈妈的声音吵醒，福宝坐在栅栏前，一边听着妈妈的声音，一边吃着竹子，而爱宝则走到爷爷面前寻求安慰，将爷爷开导着爱宝，诉说着福宝的一举一动，让爱宝放下紧张不安的情绪。好在爱宝懂事听话，在爷爷的哄睡下，很快便安静下来，进入了梦乡。今天是福宝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宋爷爷表示，前2个阶段时，福宝和爱宝表现得还算顺利，毕竟动物间的突然分开，情绪上肯定会有些变化。不过这些都在江爷爷的预想之内。第3阶段，福宝要从晚上6点到第2天下午2点，和妈妈爱宝分开20个小时。当这个阶段结束后，福宝将迎来完全独立的生活。第3阶段第1天早上，江爷爷来到福宝的房间，此时福宝已经醒了，看到江爷爷到来，乖巧的走到江爷爷面前说早安。紧接着，江爷爷又来到爱宝的房间，爱宝此时已经开始吃早饭了。不过这时爱宝需要方便一下，毕竟女大避嫌。江爷爷打算去看看福宝的爸爸乐宝。来到乐宝房间后，话锋一转，乐宝正四仰八叉的倚在墙上睡大觉，可能是江爷爷的笑声有点大，被乐宝听见，乐宝一下醒了过来，看到爷爷在，便害羞的放下了脚。而此时福宝来到了妈妈的房间，福宝趴到妈妈的怀里吃起了奶。谁能想到一个200斤的胖子居然还要吃奶？爷爷过来喂食，福宝坐在爱宝身前，爱宝拍打福宝，问福宝，你不是刚吃了奶？毕竟在吃的面前是没有儿女之分的，谁抢到算谁的。中午爷爷来接福宝上班，福宝又给爷爷表演起了小熊翻滚，玩个不停。胡萝卜也不想吃，就想黏着爷爷，像小时候一样给爷爷表演打滚。爷爷帮福宝按摩，福宝就往后倒，想躺在爷爷怀里，看到爷爷要走，又立马起身去追。看来第3阶段的独立对福宝来说没有什么不适，福宝适应的很快。来到园区后，福宝自己到处摸索，最后在自己的小木床上发现了竹子，看到竹子后便乖乖的坐在小木床上吃了起来。江爷爷走近问福宝感觉如何，福宝答非所问，表示今天的胡萝卜不错。目前看来，福宝和爱宝在爷爷帮助下很快便可以实现彼此独立。宋爷爷每天想的都是今天编个什么理由给福宝送礼物呢？这不，今天宋爷爷为了庆祝福宝昨天的答辩量超过了30公斤，宋爷爷今天又为福宝准备了一个很酷的礼物，是一个甘草包。为了防止甘草太碎会迷倒福宝的眼睛，宋爷爷精心将筋的部分挑了出来，而且上面还带有淡淡的清香。宋爷爷猜想福宝一定会很喜欢。宋爷爷此时已经按耐不住让福宝玩耍的内心了。宋爷爷悄悄来到福宝身边，碰巧福宝一抬头看到了爷爷，而福宝此时正躺在干草堆里玩耍打滚，不停地将干草往自己的身上盖，给福宝激动坏了。每次福宝看到新鲜事物，就像是猫咪遇到猫薄荷一样，着实让猫兴奋，怎么玩都玩不够。但除了在上面打滚以外，福宝又不知道其他的玩法，就只好不停地在上面打滚了，试图用身体所有的感官都体验一下干草的感觉。但福宝在干草上滚了这么多遍，而身上却依旧干净整洁，几乎是没有什么碎屑。这还要归功于宋爷爷的细心。看来宋爷爷当初只将甘草精挑选出来的原因，不只是怕福宝迷着眼，还能让福宝玩后身体感到舒适，不会因为草渣沾到身上后而感到瘙痒难受。五一当天，江爷爷非但没有休息，还早早来到园区为福宝准备节日小惊喜。只见爷爷在树上钉了一个竹子筒，便离开了。不过很快，爷爷便再次返回。爷爷拿来了福宝爱吃的雪竹竹笋，这雪竹明显比前几天的高了许多，看来雪竹竹笋的生长季到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福宝有口福了。江爷爷放置好雪竹后，还细心的在胡萝卜下面放了几片竹叶，防止胡萝卜被弄脏。接下来就是等今天的主角登场了。江爷爷看大门打开半天，福宝还没有出来，便爬进通道口叫福宝。福宝走出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了小木床上的竹笋。福宝爬到小木床后，先打量了一番木床上的所有食物，一眼望去还是雪竹竹笋最吸引福宝。福宝仔细的端详了一圈后，口水已经要止不住了，张大嘴对着雪竹笋就是一大口，竹筒里的雪竹一下下去一大半。福宝这小吃货是把江爷爷准备的饭后小甜点当成主食了。对于福宝来说，能坐着绝对不站着，能躺着绝对不坐着，吃饭也是如此，而且坐着时身后还必须要有靠背。福宝舒舒服服的吃完雪竹笋后，又盯上了胡萝卜，胡萝卜有点少，福宝放在嘴里还没嚼几下就没有了。进食完后，福宝撅起屁股，在放有雪竹笋的树上
做起了标记。福宝可能以为雪竹笋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等明天来的时候，可以闻着自己留下的气味找寻过来。福宝还真是个小机灵鬼，饭也吃了，标记也做了。福宝来到通道门口，想要回家睡觉了，就这样坐在门口静静的等待爷爷开门。但是这才刚上班，爷爷怎么会放福宝回家？福宝心想，既然不能回家睡，那我就爬到树上睡吧。而江爷爷也看出了福宝做标记的意图，所以下午江爷爷又来为福宝添加雪竹竹笋。早上江爷爷在乐宝园区遇到了一个过生日的小朋友，江爷爷特意送了小朋友一朵乐宝园区的幸运草，还让乐宝跟小朋友打了个招呼。这样宠粉的宋爷爷谁不喜欢呢？乐宝发现自己园区有小朋友过生日后，心情变得格外美丽，而且乐宝最近健身的效果极佳，也得到了江爷爷的夸赞，所以上班的心情都是美美的。果不其然，刚上班乐宝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展示身材，摆好造型后还不忘看向镜头。看来乐宝最近的瘦身效果相当不错，已经有型男的感觉了。乐宝今天早上并没有着急干饭，而是先自律一下，完成几组瘦身动作，这样早饭吃的才能问心无愧。只见乐宝先表演一个熊猫摆尾，轻松爬上旁边的小树，这矫健的动作引得游客阵阵欢呼，夸赞声更是此起彼伏。乐宝见状，索性一屁股坐下，静静的欣赏游客们的赞美，听到开心处更是伸出小爪子跟游客们打招呼。接下来乐宝继续燃烧脂肪，把小树当成了健身器材，一会倚靠在树干上开背，一会用坐在树杈上拉伸，这180度劈叉绝对是高难度，动作标准优雅，成为型男指日可待。江爷爷看到乐宝如此努力，赶忙准备好早餐，毕竟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减肥。乐宝也是毫不客气，坐在小木床上就开始吃早饭。先吃一口江爷爷准备的窝窝头，一天一个根本吃不腻，掉到腿上的窝窝头也要吃干净，因为江爷爷一直教导乐宝节约粮食。然后乐宝就开始了自助竹子餐。健身过后的乐宝早就饥肠辘辘，抓起一把竹子就往嘴里塞，另一只爪子也不忘做好准备，真是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。今天是宋爷爷对乐宝的专属疼爱，眼看着夏季即将来临，宋爷爷怕热着乐宝，特意为乐宝准备了尼龙小吊床，保证乐宝可以清凉一下。听到宋爷爷的呼唤，乐宝屁颠屁颠的走了过来。很显然，乐宝还没有看到爷爷准备的小惊喜。在宋爷爷的提醒下，乐宝这才抬起脑袋瓜看了一眼。哇塞，这么漂亮的小吊床！不过乐宝看着小吊床，迟迟不敢迈出脚步，显然是怕自己太有实力，再给宋爷爷准备的小床压坏了。要说宋爷爷是疼爱乐宝的，一眼就看出乐宝的小心思，赶忙说：“这吊床足够撑起你胖墩墩的身体。”乐宝听宋爷爷这么说，放心的躺了上去，抓起宋爷爷准备的笋子，开始享受熊生。收到礼物的乐宝心情格外美丽，今天的笋子也吃得格外香。要是能像乐宝一样，那真是太酷了。之后乐宝实在是按耐不住喜欢的心情，径直在吊床上撒起了欢，一会把自己蜷成一个小肉球，一会又躺得四仰八叉，还要用爪子挠挠小吊床，测试一下质量到底过不过关，看得宋爷爷满心欢喜。宋爷爷的小吊床做得非常结实，任凭乐宝怎么撒欢，小吊床依旧稳稳当当。宋爷爷说，哪怕自己再辛苦，看到乐宝可以如此享受，自己也算是心满意足了。让我们谢谢宋爷爷对乐宝一家无微不至的爱吧。早上福宝闻到妈妈留下的标记后，久久不能释怀，站在门口不断的徘徊，思考着怎么才能让妈妈知道自己已经收到来信。最后福宝坐在门口，在妈妈做标记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气味作为回忆，福宝这才放心离开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吃饭，美味的胡萝卜是首选，但这小小的胡萝卜并不能满足福宝的胃，福宝便又吃起了竹子。吃到一半，福宝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放下了手里的竹子，来到了树上，看着福宝在树上发呆的样子，不知是不是想妈妈了。福宝就这样静静地趴在树上，看着窗外的游客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，这让福宝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，每天都有妈妈陪着，妈妈去哪自己都会跟在妈妈后面。江爷爷似乎看出了福宝的情绪很低落，给福宝送来了他最喜欢的雪竹，毕竟吃饱了不想家，爷爷希望福宝吃完雪竹后能开心起来。但这点雪竹没2口福宝就吃完了。福宝为了不让爷爷继续担心，从树上走了下来，但来到小木床上，福宝又闻到了妈妈的气味。看福宝俯下身在木床上蹭来蹭去的样子，就像是小时候在爱宝身边调皮打滚一样。福宝四处找寻着妈妈的气味，并在有妈妈气味的地方都做上了标记。福宝希望明天妈妈上班的时候能知道自己正在想她。五一假期，宋爷爷也没有闲着，而是在为福宝一家准备剩下礼物，真是辛苦我们宋爷爷了。不过宋爷爷做出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大家能猜到它的用途吗？除了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之外，宋爷爷还制作了竹片马铃薯塔，
用剩下的材料磨成了竹屑。宋爷爷说，竹屑有种特殊的香味，没有哪个熊猫能抵挡住竹屑的诱惑。果不其然，宋爷爷刚把竹屑撒到乐宝的小床上，乐宝就立刻撒开了欢。此时的乐宝已经被竹屑香迷糊了，整只熊蜷成一团，恨不得把竹屑铺满全身。看着乐宝玩得如此开心，宋爷爷还不忘跟粉丝打趣，说福宝完全遗传了爸爸的基因，跟乐宝一样是个厚脸皮熊。不过乐宝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，都没有听到宋爷爷在说自己的坏话，不然绝对又是一个熊熊白眼了。玩疯了的乐宝感觉到肚子空空的，结果抬头就看到了半截胡萝卜。看到这，大家就知道这个奇奇怪怪的玩具是什么了，原来是乐宝的专属床头柜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好的用处哦，就让福宝给我们展示吧。快看，福宝把玩具抱在了怀里，这完全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小抱枕呀。夏天睡觉的时候抱着小竹筒，岂不是清凉一下？福宝正在吧唧吧唧的啃着竹笋，殊不知宋爷爷还准备了特调鸡尾酒。宋爷爷称之为竹叶莫吉托，竹叶莫吉托是把冰块和竹叶冻在一起，可谓是夏日解暑的必备神器。看福宝抱着他的样子，真的是爱不释手。爱宝园区今天下雪了，此时正在室外吃饭的乐宝身体逐渐变白，马上就要成为一只雪熊了。由于外面雪太大，爷爷们今天没有让福宝和爱宝出门营业，但是宋爷爷不想让福宝和爱宝错过这美丽的雪景，便在园区里收集了满满一桶的雪，带回了室内，打算在室内为他们堆一个雪人。很快，宋爷爷便将雪人堆好，放在了爱宝的房间，还在雪人上放置了爱宝爱吃的窝头。爱宝走来，先是盯上了窝头，之后便乖乖坐在雪人前，边吃窝头边欣赏宋爷爷的作品。爱宝窝头吃完，便和雪人玩了起来。先是将雪人竹子做的眼镜吃光，之后又盯上了用竹子做的雪人鼻子，但由于雪人不太结实，爱宝轻轻抚摸了一下，雪人就稀碎了。最后，雪人沦为了爱宝的冰垫，爱宝坐在上面吃起了竹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屁股底下的雪太凉，让爱宝不舒服了。爱宝生气的冲着708碎的雪堆就开始发泄，最后雪堆在爱宝的发泄下融化成了一滩水。宋爷爷将爱宝房间的雪打扫干净后，又来到福宝房间，给福宝带来了满满一桶雪白的雪。福宝爬上去，仅翻滚了一个来回，雪白的雪便变了颜色，在白色的对比下，显得福宝一下黑了好几个度。福宝在雪上辗转腾挪，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自己对雪的喜爱。一会儿外面的雪停了，宋爷爷便决定带福宝去室外继续玩耍。